我们的国际生学士班得以设立，而且顺利的发展，要感谢的人很多，包括了当年的李嗣涔校长、叶国良院长、历任的国际长，还有我们历任的系主任何基鹏教授、郑宇教授、李隆宪教授，当然呢，还有为我们国际生设置课程的周志文教授。今年呢是我们中文系国际学士班成立10周年了。古人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100年事业能够进行到10年，已经像一个植物已经能够茁壮、成长茁壮，所以对于教育来讲是一个开始，而这个开始呢，对于未来事业的发展是有决定性的作用跟影响的，所以特别值得珍惜。我们办理侨外生的这个中文教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台大中文系很早就承担起对侨外生的华语教学，也就是民国88年8月份，我当选系主任，就感受到校方以及整个的国际这个环境对于这个华语的重视。民国94年这个我们系里面就正式提案，我们系务会议开始讨论，96年教育部正式的通过，所以我们底下就办了。换句话说呢，在何继鹏主任的任上，我们系里就成立了国际学士班。中文系会成立国际学士班，主要是有一些主客观的因素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台大就开始觉得知名度够，那就应该要国际化。国际化当然不是光中文系，可是又碰到夜间部要关，在夜间部其实是我们已经拿到一些名额，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个出路，借这个机会再说我们还需要多少人。所以你看在计划书里面说你还要给我4个名额，我们争取的那个名额其实是多少有一点贡献在里面多少。我刚当上系主任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新的这一届学生要来了，而且是第1届。那当时我们在想说，因为第1届的学生并不多，怎么样帮助这7到8位的学生在台湾就学的时候可以不要有太多的经济压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第一步就是想说一定要有奖学金来帮助这个第1届进来的学生。除了校方的国际处本来就有外籍生奖学金，可是那个是僧多粥少。然后第2步呢，我就去找了也刚刚上任的叶国良院长，就请叶院长呢，是不是在文学院这边也可以有一个外籍生奖学金？那院长也答应了。可是我们自己系里也要有所以我记得我在筹募这奖学金的时候，我找了3位我的高中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来想说，其实这个给外籍生奖学金或国际生奖学金，它不只是教育上我们向国际招生，它同时也是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步，那更是形塑台湾未来国际影响力很重要的一步。所以后来这3位同学被我说服了，我们就共同这个集资那想说至少要有5年的足够的奖学金，所以我们凑足了一笔钱呢，就提报院会，后来行政会议通过，就开始有了中文系的国际生的奖学金。那这个国际学生学士班成立之初因为兼顾语文跟研究，所以课程涵盖比较多方面那么在实际招生以后发现有志于学术研究的这个国际学生相对来讲比例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就逐年的调整课程内容。那么比如说2010年就是99学年度，在郑玉宇主任任上的时候把必修学分从62个调降为48个，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课程改革了在2016年就是105学年度的时候，在我任内的时候就把比较艰涩的课程往后移，还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把中国文化概论改成中国历史与文化这个是可能更切合我们
国际生的学习，还有把古典诗文及习作拆成历代文选跟历代诗选啊，那也不强调习作，对国际生可能压力比较小啊，这些大概都是做过的一些调整了啊。这样的调整，当然我想还有空间，比如说我们应该让他们修更多的语文课程。